很多人都知道梵净山，但铜仁的大峡谷，听说过的人可能不太多。在这里，我首先声明一下，虽然我已经完成了铜仁大峡谷的旅行，而且我对它的评价不会太高，但是如果你们看完我的视频，我依然会向你们推荐这个地方。甚至我觉得来到铜仁，这是最应该来的景点之一。是不是有些矛盾？没关系，今天我就带你们好好逛逛这个地方，或许你们就有自己的判断了。快到了，快到了。今天去这个大峡谷，也不知道这个路对不对啊，反正特别长一溜。这几天在铜仁这天气还特别好，全国到处下雨，这里倒是云都没有了。200米后右转。哦，还是没什么人。即将到达目的地。就这么几辆车。这是一个很冷静、很萧条的景区吗？不应该呀，大暑假的。到达铜仁大峡谷天生桥景区附近，目的地在。这个景点甚至有些被冷落了，感觉里面没有什么人。不宜进入林区，禁止一切野外用火，不准携带火种上山，不准烧香点蜡，不准燃放鞭炮，不准乱丢烟头，不准烧荒开垦，不准野炊烧烤，违反规定将依法进行。哎，你好，那个我从这儿进，还可以从这儿回来是吧？对呀。就是不用再去那边那个口去那个大峡谷了是吧？啊，你从这里直接可以到那个大峡谷，直接可以过去。就是坐船过去是吧？啊，对，坐船过去。然后在那走一圈，然后再回来。啊，对，您如果说是可以选，您可以选择从那边那个门出去，从大峡谷那边。不，我车停这儿呢。啊，车停这你就要原路返回。那边没有，那边那个口没有说有个车到这边来，没有。没有。啊。是那个你。反正在哪边买票都一样是吗？啊，对，你就是先坐船和先走路的区别。哦。因为你车子停。所以那边过来的人也能坐到这边来再回去。啊，对，可以，因为有些都是一个票价。对，它一样的价格。又有一些人他会就是选择从这边进那边出，或者是从那边进这边出都有的。啊，那在那边买票。啊，对。哎呦，到处都有天生桥，看一眼。我操，能不能站上去？我去！哎呀，其实吧，贵州很多这种地方，只不过你自己很难过去，所以收个费呢，给你弄条船，让你好好的走一走。哎呀，这个风景还是可以的。没有人呢，是不受欢迎吗？或者下去就知道。我是中午到的，也许人家一大早就已经来了。但你说这个景区实在是人有点过于的稀少了。白骨顶，我怀疑我是不是一会儿要一个人坐一条船，那岂不是很无聊？而这个楼梯下了至少100多米，才坐到船的位置。不过这条路多少有些喀斯特地貌可以看，也算景区的一部分吧。哎呀，贵州最不缺的就是这种山了。夏天来贵州是真不错。
哎呀，这温度一下子就降下来了。要在溶洞里，估计就得穿衣服。这自己搭的，养的鱼。哎，跑了！蚂蚱，蚂蚱。哎呀，这个景儿不错。这是什么？长了个蘑菇嘛。哇，这么高啊！我这爬了100多米才，还没到下面。这个景区有2个入口，一个先走路再坐船，一个是先坐船再走路。你们也看到了，我走的是后者，都是200块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只玩一部分，不过我觉得是不可能的。然后他们说景区还被分为2个实体运营，真轻啊！反正乱七八糟，票价都是一样的贵。关于我这个票，我们后面再聊。麻烦票就哦。要等吗？要等会儿。就等你啊，就等我啊。给你。哎，从哪儿下去？对。哎呦，要穿那个衣服是吧？啊，慢点啊！哎，慢慢的，给上面举头不足啊！喂，好嘞，师傅。大家下船以后呢，把救生衣装起来啊！然后我们船是有监控的啊。对，船紧。不会的。出发了。哎呀！好的旅客，中午好，欢迎你们乘坐本次游船。搭着源头拍照手机拿好。我们的水深呢是100多米之高，我们现在是逆流而上。我们上游的水源头是从凤凰老山下游，下游流过我们同仁锦江，同仁锦江再流过湖南麻阳，再汇入长江的这个全长里程单程是9米多，来回是19米。为了大家安全，船上不能吸烟浪费汽油船。船在行驶中，请各游客不要把车灯脱下来，谢谢，立刻。我们对面有船过来会船的时候，它有波浪，船有波动，让它安全情况下。好像船头的右侧方就是我们的白米画了啊。从那黄色水给你细看出来，它像一幅油画似的。要是下大雨涨水时，我们水线长上到黄色地方去了。要泄洪的时候啊，还要从那河泽树枝往上涨3-4米高，就3-4米高的洪水量从我们桥下流出去的。这个坐船的体验还是比较舒适的，大概20多分钟的行程，峡谷风光还是可以一饱眼福的。外面35度以上的气温，在这里至少少了5度，还会经过几个瀑布，谈不上有多壮观，但也足够的秀丽。现在是枯水期，旁边的山看起来更高大了。这里我觉得和梵净山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，这样的景色并不允许游客自由观赏，只能随着游船快速游览。就是一个瀑布，这要自己能划船那简直，带着橡皮艇过来，是吧？这个只能坐船就没有这个欣赏的这种快感。司机师傅说啊，这个叫阴阳山，我是没看出来哪阴阳。反正他们也挺能编的。晚上18日时这个瀑布还挺简单的，现在没有水了，没有下雨就没有水了。北京这里呢，有亭子这个，它是一个70年的一个村庄的小型的发电站，
上面是水学机水过的发电，在下面有个木房子，还有瓦片被淹没了。因为水位上升，连那亭子会淹没，我们船要从那亭子上面开过，所以就废弃掉。因为外面它拦大坝以前没有拦大坝的时候，这就是一个发电站。后来外面拦个大坝，刚才停船下船那里呢，它拦个大坝，外面有个发电站，就这里废弃了。因为水位上升的，那亭子会淹没的。我们船要从那亭子上面开过的。在峡谷的前半部分，要比梵净山的流程舒服很多很多了，因为你不用一直埋头爬，也不会说因为消耗体力而顾不上欣赏风景。总之就是慢悠慢悠的享受这里的风景就好了。7月的铜仁的确太热，峡谷里没有风就会变得有些闷热。工作日来，那完全就没有人。贵州的山就是这样。刚刚那个工作人员跟我说，我才走了1/10都不到，这都不知道要爬多久了。主要是我的车停在那头，还得往回返，原路再走一遍。今天这个风景就要享受2次了。不过还是很超值的。来贵州玩也不担心高反什么。我们家在贵阳，1000多米海拔，所以呢，基本上2000以内的这个风景不可能出现高反。这下面这个栈道还要多收30块钱了，一会儿看看为什么。风景是真没得说，可以的。人一少吧，这个幸福感就翻倍。当然，太阳从树缝中照在溪流上，让整个峡谷的绿色层次非常丰富，大概别的季节就享受不到这种感觉了。我以为走到这里面会很凉快，事实上也没凉快到哪去，就是那种一点风都没有。我都不知道能不能走到头了。终于走到瀑布了，我去，这是到现在为止最好看的、最迷人的峡谷。哎呀，我走了多少了呀？我走了多少了呀？10块钱。这你是坐船过来的？对。前面还有人呢，还有90上还有好久是吧？没多远。哦，好。到10分下，信息宣传活动，前面的在这上班不错。祝大家免费拍照，小象圈免费赠送，注意看镜头，保持微笑，请听宣传活动，前面有公益摄影师为大家免费。其实，在我逛完整个峡谷后，这个瀑布就是整个景区最大的亮点。因为天气好，阳光照耀下的水流就会显得格外漂亮，所以这个峡谷一定要天气好的时候来。
过瀑布，接下来的景色就会归于平静。这时候来了几个本地的女孩，可能觉得我是个摄影师，就请我给他们拍照。可惜我用的是摄像机，几乎就没有什么拍照功能，那就拍几段视频吧。有点让我惊讶的是，他们都是本地人，还在上大学，也没有来过这个景区。然后这次因为票价不便宜，只买了半程的票，他们就没有去坐船。我去过很多景区，都会对本地人进行优惠，这一点同仁做的可不好。接下来再走一段就到了出口，这里面可圈可点的景色可能就没有了。这是人造的吧？人造的就也还行吧。不过这看着像可以进去泡个澡的地方。这不是搞笑吗？非得把徐霞客安到这儿来。然后你们看，没来过，可惜了是吧？好了，总结开始了。就像我开始说的，我个人觉得这个峡谷的体验总的来说是好的，我甚至觉得要比梵净山好很多。第一就是不累，不用爬山，很休闲的体验。第二就是整个过程都在享受峡谷风光，可以说整个景区全部都是景色，几乎都没有中断过。但是我依然对这个景区的运营给予一个不高的评分。虽然景色很好，但本质上这个景区的面积并不大，再加上坐船，其实你1个半小时以内几乎就能逛完整个景区，所以200元的价格实属过于昂贵了。即使给那些大学生打了半票，也要100元。你真的要带一家人来，那就是一笔巨款。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景区人少的原因吧。而这个景区运营的也不算很好，游船那一程其实可以增加更多体验，而不是匆匆掠过。包括一些针对个人游船的租赁或者自带的皮划艇游览，这样收入上不但能增加，对于个人而言体验也会更好。总之，这是一个还有待开发的景区，不过本身景色很好，是我依然推荐来同仁的朋友必来的一个景点。没有人，你敢相信吗？就这一段是最舒服的。你上上下下都看不过来，底下也好看，上面也好看。然后你回头也好看。哎呀，只是这一段有点短了，要是再长一点，这个票价就相当值，200块钱还是略贵了一点。他们学生就用不了那么多钱。好了，结束今天的旅程。船把我送到了，从这儿出去。这是算是枯水是吧？它要是涨洪水的话，那个水位就上升了。你看，这里它就从这里泄洪就出去。平时每年都什么时候涨洪水啊？每年像这个时候早就涨了几次了。啊，水都下到别的地方去。以前在5月份的时候、6月份的时候就有大雨下。今年他们同仁这个地方都没下大雨。干旱。我们也希望它下大雨，我们还要进去捡鱼。去年我们捡了2000多斤鱼。下雨为什么能捡鱼呢？鱼都淹了。涨大水上面还有个坝呢，上面那里面大峡谷那里面还有个那个电站。哦，我看到了。还有那个大坝。那不都得淹了吗？那电站。我说它上面还有个大坝。哦。大峡谷进去。就在那头是吧？那头还有大坝，它涨大水，那个鱼全部就
就全部抛出来了，抛在下面这个井水这个塘里来。然后你一捞就捞一大堆。它全部掉下去，那个悬崖好高，它一掉下去全部几十斤条的全部那个钓鱼。那不是那个头就掉，有的砸掉了，有的掉晕死了，然后就全部碰在这河上面。然后我们就可以船进去捡，全部是30多斤、40斤。然后今年就捡不着了。啊，没下大雨，我们就希望下大雨，好就去捡鱼吃了。啊，不是，它在水里怎么会晕呢？我。它那个悬很高嘛。哦。跟了下面。哦，拍晕了是吧？它下面是那些石头那些都有乱石头。我靠！它全部跑出来，它30多斤才量，好大的重量。那以后那个下大雨再来一趟是吧？